所以我们提到这里啊，睡眠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用安眠药镇定剂的病了，应该利用这个问题把它当作是一个看到大脑失调的窗口。各位好，我是未来健康研究院方世清医师。这一集呢，也是一个精华的一个录制。那睡眠我们把它分为前半段，入睡困难，就是想很多，然后就没有睡意，一想到焦虑紧张的事情、以前的事情、明天要做的事情，你就开始睡不着，这就是入睡困难。很多中年人都有这个问题，他也没有说其他的夜间状况，单纯入睡困难。那常常这部分呢，都是比较偏向心理方面的。心理上的原因大概有3个，可以比较具体的来说明为什么会入睡困难。第一个心理的原因就是日夜周期混乱。我们为什么要睡觉呢？原因是因为我们住在地球上，地球每24小时转一圈所以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已经跟地球同步了。我们身上有一个很大的时钟，最大的时钟就在我们眼睛后面，叫做下视丘的位置，它会非常精确的调控我们的日夜周期。基本上你只要配合它，就可以自然的睡眠了。可是就是有人不配合他想熬夜就熬夜。年轻的时候你的生理时钟调整的能力很强，老一点呢，调整的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生理时钟很容易乱掉。那么生理时钟乱掉怎么办呢？你每天早上比如7、8点钟就固定到户外照一个天光，室内的光不够，要天光这样子就可以校正你的生理时钟。第二个原因造成入睡困难的原因是入睡延迟也就是简白话的讲不甘心睡觉。青少年在青春期呢，为了躲避父母的监视会故意比父母晚2个小时睡觉，这是为了要争取2个小时独立的时光。那中年人为什么也要延迟睡眠呢？因为中年人他整天为公司打拼一大早就到公司，晚晚的才回家，下班之后还要接送小孩，照顾小孩的功课，继续为家庭打拼。所以连中年人也很不甘心不甘心自己没有自己的人生所以中年人睡觉前也常常像叛逆的青少年一样，他也要争取2个小时独立的时光，即使都不晓得要做什么，无所谓的滑滑手机也好，也是来证明自己存在感的方式。第3个入睡困难的原因就是心里有事，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困扰，都利用睡觉前的空档拼命的去想。你叫他不要想，其实是废话，因为如果可以不要想就不要想，那就没有入睡的问题啦。那方医师现在教大家一个方法，可以又想又睡，想的越多反而睡得更容易。哪有这种事呢？那个方法就是把白天用想的改成用看的、用观的。平常我们用手机、用 LINE 跟别人联络，就是用想的。看一张图片、看电影、看默剧、看舞台剧，就是用观的。把所有你担心、你想要想的事情改成用观的。因为大脑在睡觉的时候就是这种方法思考的。你用一样的方法思考，用观的就更接近睡眠，相反的你用想的就在远离睡眠。那中间呢，半夜一直醒来，醒来之后呢又睡不着了，上个厕所后又睡不着了，这种浅睡多梦，半夜醒来的，这是比较偏生理的，你没有办法维持一个连续的睡眠。那这部分跟一些血清素太低有关，你的睡眠呢没有办法熟睡，所以就一直醒来。我介绍这几个符合生理学的方法。那首先呢，减少夜间甜食那晚上不是更好？不是这个样子晚上需要，因为我们做梦需要一些热量，需要糖分，它其实是很耗糖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晚上甜食吃很多，像一些蛋糕甜食、点心这些东西如果吃很多呢，
你虽然糖分会很够，那就全部会怎么样？会往那个做梦期去做，然后呢，你的熟睡期呢就变少了。所以吃很多甜食的人会做很多梦，然后睡得哩哩啦啦的。所以你要让你睡得熟，你要吃点东西，但是又不能吃太多。你如果饿的话，你是没办法睡着的，因为跟下一期我们要讲的一个叫食欲素是有关系的。你要吃东西，让你不要饿，那不要一大堆糖分的东西，让你的血糖很高。血糖高呢，会干扰你睡眠，但是没有血糖也是睡不着的哦。所以要适量的吃，那减少夜间甜食。第二个，睡觉有一个叫褪黑激素。那年轻人、中年人大概都还不会缺，到老年人的褪黑激素少了，他的熟睡期也少了，可以适时的补充褪黑激素或褪黑激素刺激剂。好，那我刚刚说血清素不够嘛，那我们就直接给他吃血清素的药啊。那大家都会想起就是增加血清素的抗忧郁症的药，这些抗忧郁剂呢吃了以后，血清素在大脑里面的回收降低了，然后大脑里面的血清素就会停留久一点。相对就是血清素的浓度比较高，可是这有发生两个相反的事情哦。你吃抗忧郁症的药呢，有些人血清素提得太高了，他几乎随便一颗药都可以增加80%的血清素的含钙率哦。所以如果血清素太高，晚上它下不来，你会睡不着觉的。所以这个东西到底会想睡觉，或者是干扰睡觉，是吃了以后才知道的。所以有吃抗忧郁症血清素药物的朋友啊，你如果吃的会想睡觉，那你就睡前吃；如果吃的会干扰睡觉，你就早上吃。因为血清素这个东西很调皮的，太多睡不着，太少没有办法熟睡。所以你吃的抗忧郁症的药到底会干扰睡眠还是促进睡眠，吃了才知道。那有一种呢是叫做血清素第二型抑制剂，那有好几种药哦。那包括一个第一代抗组织胺匹列，它本身就是最强的这类型的药，还有 Remeron 抗忧郁症的药 ，Mesirio、Tofranil、Badosa 这些大家可能手上可能都有这种药。这类型的药呢，它比较单纯的促进熟睡，这是这个在药物使用上的优先选择，增加熟睡的方法。那还有一种叫退化性的睡眠，它还是一直醒来哦，它睡一下醒来，睡一下醒来，晚上可以好几次一直醒来的。那这叫做这个退化性的睡眠，老年人常常都是这样，那他可能是食欲素不够。怎么去帮助这种退化性的失眠呢？就像很多中老年人一样，整天度孤啊，然后又睡得不够 OK 啊。那方医师提到2个最高等级的治疗，也就在治疗里面是从最顶层治疗起的，不是吃最底层的镇静剂安眠药。那怎么处理呢？第一个，我们让他食欲素晚上彻底关机一下，虽然他说细胞不够的，但是他就是会开关嘛，就像一盏灯啊，电不太够了，它会一闪一灭，一闪一灭，一闪一灭。那我们晚上要让他彻底休息，怎么帮他关呢？最近有一个药就叫做食欲素抑制剂，那吃了以后，他就真的把它关掉一些了那关掉一些呢，他就可以睡得很熟，因为大老板休息了以后啊，真正睡眠的好戏啊，血清素啊、乙酰胆碱啊、多巴胺啊，他们就可以出来活动，他们就演一场睡眠的好戏给你。但是如果大老板在都演不好所以我们要把大老板关掉，那就可以彻彻底底的睡觉。这样子的药物跟那个镇静剂安眠药不同的，你吃了以后呢，它是改善增加睡眠的内容的，而安眠药镇静剂呢是看起来在睡，但是是破坏减少睡眠的内容的。那另外一个可以辅助的也是一个大老板，就叫褪黑激素。褪黑激素没有那个食欲素这么厉害，它好像是一个吹哨者一样，它就叫你要睡觉喽，要睡觉喽，但是没有强制力。然后那个食欲素是有强制力的。如果一个公司就好像这个食欲素是王一样然后就说要休息了大家就听命令去休息。可是褪黑激素好像是母亲一样，跟你说可以休息喽，要不要去休息啊？那你有时候听，有时候不听，但是也是可以从褪黑激素着手所以用褪黑激素刺激剂。那如果你接了这2个药，这样你就可以睡得很好。而这样子被方医师说是最高等级的睡眠治疗，因为这样吃以后，你就真正的去睡觉了而且睡觉内容熟睡期跟做梦期是提高的所以可以简单分为前面的心理问题跟中间的生理问题。
所以我们提到这里啊，失眠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用安眠药镇静剂的病了，应该利用这个问题把它当作是一个看到大脑失调的窗口。睡眠不是只有单纯的一个症状，也不是单纯用安眠药镇静剂可以掩盖的问题，你必须要把它当作你大脑开始失调产生的现象。你以前如果听方医师的睡眠的演讲他提到睡眠是用到好多种神经传导物质光是多巴胺、血清素、乙酰胆碱，还有组织胺、食欲素，各式各样的抗利尿激素，这些的晚上就好像在做交响乐一样，需要大家一起配合，让你可以睡得很安稳，大脑就会得到休息、得到调整、得到一些清洁，那也保证你的大脑可以用到最后一天。结果这些问题，有些人的表现不好，开始出问题了，你既然不去调整它，你只用安眠药镇静剂把它盖住，就好像呢，你小孩子要跟你这个报告他的问题，你每次都不给他讲，甚至给他一巴掌，那他以后就不跟你聊了，那直接就坏掉，变成坏孩子。那这一集呢，是方医师整理出来的心得，以后我们看失眠的问题呢，要比较专业不要只有安眠药镇静剂去打趴它。谢谢各位。